Hello，大家好。不可说的选房之路已经结束了，但买房被坑的钱还是遥遥无期。终于被自己不够用的脑子交了学费，这件事儿呢，也难得的让大皮皮硬气起来了，气哭了。今天就来聊聊买房被骗吧，消费警示：谨防被骗。这一切都要从把老房子卖了说起。老房子卖了要办过户手续，需要我的户口本。我的户口本跟我妈在一起，我妈的跟我姥在一起。我姥现在在我老舅家，所以我要求户口本，就要找我老舅。我老舅呢就问我要户口本干嘛，我就说房子卖了要办手续。我老舅说那你是不是需要买新房子？老舅给你介绍一个老舅最好的朋友，是干中介，他保证能给你选到一个特别合适的房。我说老舅不用了，我着急去办手续去。老舅说没事，老舅有时间，老舅现在就带你去。于是，在老舅的指挥操作下，我们到了中介舅舅的店里。可是我们又不买二手房，为什么要去中介呢？中介舅舅呢是这么说的：我在这行干了10多年了，什么区域啊、地理位置、板块啊、人脉啊，没有人比我更多。哪地方有新开盘的房子，这个房源有没有内部折扣价，有没有内扣啊，我都知道。不管是新房、二手房，我肯定能帮你选到合适的房源。再说了，我和你舅这么多年的关系，从小玩到大的，你就当自己亲舅舅一样，绝对放心。于是我就有了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亲舅舅，舅舅呢就一直推荐我业界公认的给中介返佣金最高的房子。可是我们不想选那个位置，想选离大皮皮单位近的。中介就是说离他单位近的有啊，他单位附近就新开了一个楼盘，特别合适，这两天都卖疯了，再不去就没有了。咱现在马上赶紧去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就要去售楼处。他离这个中介的一个位置特别远，一个在南面，一个北面，开车需要1个多小时。我心里是充满感激的，因为这时间是油钱。我说虽然是亲舅舅，但是咱该挣钱，正常咱都理解，但是别太黑就行。于是呢，我们就分别开车前往售楼处。在路上的时候呢，我就问大皮皮，为什么中介舅舅要推我们业界公认的给佣金最高的房子呢？大皮皮就很善良，就说可能他真的觉得那个房子特别好吧。我说好吧，但是呢，今天我们要去的房子是新开盘的楼盘，这种楼盘非常容易逼我们当场就定钱，我们要注意哦。他说你就管好你自己就行，你一天咋咋呼呼，你别吱声，看我眼色行事，你怼过我一下代表你喜欢，你怼过我2下代表你不喜欢，记住没？别瞎吱声。OK， 到售楼处之后呢，接待我们的售楼员真的是非常骄傲。他从他们售楼员的吧台里走出来的时候，是这么走出来的，老潇洒，就开始给我们介绍房源呐，给我们算价格啊。算完了之后，完全不用怼，买不起。但是呢，我实在是没控制住我自己的好奇心，我就问：一点折扣都没有吗？售楼员是这么说的：我们售楼处就是全款，就是一次性，也没有1分钱的折扣。好吧，我们买不起，于是我们就回家了。我俩刚到家，白天接待我们的售楼员就给我们打电话说，现在有个内部福利特别合适，交钱就能预定一个房源，而且呢，你之后没考虑好都是可以退的，3天退款就能到账，你俩就当给自己一个考虑的时间，这现在定真的特别合适，过了就除了没这店了，赶紧定吧。大皮皮就说可是我们根本就没考虑好啊，我们再考虑吧。这时候呢，中介就马上给我们打电话说，我感觉白天家看的房真的特别合适，你俩可以先下手定一套，而且他的钱肯定能退。再说了，他要不退，还有舅舅呢，这方面呢，舅舅肯定能帮你要回来啊。你就放心定吧，而且这房子你买了就合适，你就当帮他完成业绩，定一套吧。在这期间呢，售楼员又打了无数个电话，从8点一直磨叽到12点。最后呢，售楼员用极尽恳求的态度去求大皮皮定一套房源吧，完全不是白天交房东给他的。大皮皮有一点被他磨叽烦了，还有点心软，就交了5万块钱的定金，定了一套房源，5楼2号。记住这个房源啊，他有一个朋友也是要买房在看房，他俩经常一起交换信息，交流心得，互换资讯，就知道我们交了5万块钱定金这件事儿。然后就说，他旁边还有个楼盘，你们去看没有？我们没有去看，于是我们俩马上就去了。他旁边跟他只有1街之隔的那个售楼处，进去一看，方方面面一比，要比这个我们叫定价楼盘强。然后我就说，为什么舅舅不带我们来这个楼盘看一看呢？大皮皮还是心里很善良的说，可能他也不知道吧。那个售楼员就像看2个大傻子一样看我俩。我们售楼处跟中介没有任何合作，就是不给中介返佣金。于是呢，我们就从售楼处出来的时候，就碰到一个路边疯狂发宣传单，叉叉房源了解啊，叉叉房源了解啊，叉叉房源了解啊，叉叉叉房源就是我们交定钱那个房源。你家还有折扣吗？有折扣啊。你是发宣传单的，你怎么知道有没有折扣啊？他说你不要小看我，我不是发宣传单的，我只是在别人家售楼处蹲点的，我知道有折扣。可是那个售楼员跟我说的话至今还回响在我耳边呢，我们售楼处就是全款，就是一次性，也没有1分钱的折扣。我又非常非常严肃的问他一遍，你们售楼处真的有折扣吗？那女孩被我问的都有点问懵了，眼珠子滴溜溜的乱转，想了老半天说
有折扣啊，谁跟你说的没有折扣呢？谁来都有啊。然后他就开始给我介绍房源，要给我算价，说姐你看这还剩这几套房源，算哪套啊？我说你随便给我算一套吧。他说姐我给你算这个5楼2号，听着耳熟不？就是我交定金的那个房源呢。你就给我算这个，不多，差了4万多块钱吧。如果我们没有来这个售楼处，如果我们没有碰到这个疯狂翻水这男的，如果善良的中介舅舅只是把4万多的零头给我们，我们都会很开心，而且什么都不知道，还得对这个舅舅感恩戴德的。可是现在我们知道了一切，我们是铁定要退这个房子了。在退这个房子的时候，就说资料不全，今天说少这个，明天说少那个复印件，终于把资料全部递给售楼员了。3天没到账，1个星期没到账，半个月没到账，1个月也没到账。2000 years later， 售楼员每次都有不同的说辞。财务生病了，财务没上班，总部审批呢，过2天前就到。5一之前呢，就说5一之前肯定到。5一的时候呢，说5一之后肯定到。后来吧，可能是磨叽烦了，售楼员就这么说的：这样，我把钱先给你，等到开发商给你打下来之后，你再给我转过来，总行了吧？善良的大屁屁又一次相信了这个骄傲放纵的售楼员。等到约定的日期，他去售楼处找那售楼员的时候，才发现人售楼员不干了。现在你再想想售楼员当时的动作，快来让我看看，是哪个大傻子过来交学费了？现在呢，大皮皮就非常难过生气，就这样，我就得安慰他呀，我说你得看开点，你得支棱起来呀。咱要不交那个钱，咱怎么能发现咱银行卡还丢了呢？咱要不交那个钱，咱怎么能知道人心叵测呢？咱要不交那个钱，咱怎么能知道要钱要回来这么费劲呢？但是我就没想明白，你说咱都没相中那儿的房子，为什么咱要交定钱呢？难道是为我们本就不平坦的选房之路添2块绊脚石吗？还是单纯的只是为了追求刺激呢？大皮皮一听我说这话，哇的一下就哭出来了。我妈呢就看到他那个状态，然后呢就知道我们也被骗了5万，他就给他弟弟，也就是我老舅打电话，希望他给他的朋友打电话催一催售楼处，尽快把钱给我们。我老舅就觉得这事不是手拿把掐的，立刻应承下来，给他的好朋友打电话。过一会儿，我老舅就给我妈回电话了。电话是这么说的：我老舅最好的朋友，我们的中介舅舅，不知道干了什么违法乱纪的勾当，被关起来了。头他被放出来之前是不可能管我们要钱的了。今天就聊到这儿吧，拜拜。